哎，对，你们俩之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没有问题。恰恰你们的困惑来自于外围，女生很年轻，但是经历过一段婚姻，对吧？对，因为我离过异嘛，然后带有一个1岁多的小孩。哦，现在这个孩子是你带吗？现在不是，归男方。哦，归男方啊，所以即使你们相爱，但是男方的妈妈是不同意的，对吧？对。今天是带着2个问题来的，是不是？对。哪2个问题？就是说我妈妈呢很介意他，对他，一直都是很冷淡，爱理不理的。所以你今天来是要跟老师们讨教，对，怎么攻克你妈妈？对。哦，他母亲怎么对你爱答不理的啊？你们之间有沟通和交流吗？有。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后来跟他妈妈坦白过后，他就会当我不存在的那种。然后比如说我让他给他妈妈打电话嘛，然后我就在旁边让他开免提，他们2个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一下，我说比如说妈妈今天吃饭了没啊？比如说今天要下雨，记得带伞什么的，他就装作没听到的那种，然后当我不存在嘛。见过他母亲吗？见过。怎么样？还挺好的，其实。阿姨人挺好。因为我觉得吧，他可能想法会不一样一点。在老人眼里就觉得你离过婚，不可能是2个人，只有1个人有问题。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好的话，那另外一方他也不会说那么坚定的跟你离了。就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他就那种有点不信任吧。那他跟你说话吗？很少。就不理你？对。好，你母亲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吃过饭吗？吃过饭啊。因为的话，我妈的话对于他是态度很坚决。私底下也跟我说过，不要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但是的话，我很喜欢她，我们俩感情很好。为了就是说缓解我妈妈跟她的矛盾有一次我出去我跟她吃饭我说我把我妈叫出来吧，叫出来的话，然后你们2个借这个机会可以相处一下然后我把我妈叫过来了。但我妈一过来了，看到她坐那儿，我妈立马就想走，然后我过去把我妈拉着，然后说了很多好话，然后我妈才吃完饭的。期间的话，我女朋友很想跟我妈聊天接话，但是我妈都不理，搞得我都很尴尬。然后的话，吃完饭我想反正时间还早我们去逛下街呗。结果我妈直接来一句我还有事儿，我直接走了。我们2个就站在那儿，就很无语。你们11没安排跟你妈去旅游一下？有上次吃饭我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嘛，毕竟人相处久了，他肯定会有一点感情我说11嘛，出去玩一会儿。然后我把我妈叫上家里面叫上，从出发到玩完回来，基本上我妈没跟她说超过10句话，没有。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很尴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是这么强烈反对的，还有别人吗？别人不发表意见，但是恐怕也是跟我妈一样的。因为呢，老一辈的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能改变过来的。他是介意他离婚，还是介意他离婚还有一个孩子？都有。你跟你妈聊过吗？聊过，我一回去我就跟我妈我说谈到我女朋友，但是我妈是油盐不进的那种，她脾气也挺好的，她也不发脾气，她也不说什么。她谈这个话题，她就也跟我打冷战之类的，她也不说话，她说不行就是不行。那这个你跟她的母亲就是阿姨有没有单独的交流过呀？交流的话其实挺少的，只是有一次就刚开始他知道过后嘛，他有打过一次电话给我。谁打电话？就他妈妈。打电话干嘛呢？就说他说我儿子一个未婚的，你一个离异的女人，你们2个根本不合适，如果在一起的话，别人会嘲笑他，就被别人瞧不起那种。叫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就希望你离开他。对，离开他。你当时怎么做的呢？就告诉他了是吗？我当时没有，后来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要隐瞒的好，毕竟这事情要2个人一起面对嘛。我也跟他妈妈说，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的儿子的，我很珍惜这一段感情，毕竟我以前也是就离过婚，我不想就是再离一次什么的，我想走到永远的那种。就除了这个在言语上面表达对他儿子的爱和让老人家放心之外，还为老人家做过一些什么实实在在具具体体的事情吗？
有啊，比如说9月初的时候，天气不是转凉了嘛，然后我和我男朋友就2个人去商量一下，哎，买件秋天的。然后男朋友就说，要不我给妈妈买一条围巾什么的。我就说，要不我跟她织一条吧，这样显得更有诚意啊，是吧？然后我就还单独去学了。然后我织好过后，就让男朋友送给他妈妈送过去。他结果回来的时候，那个脸上就有点那种犹犹豫豫的。我就问他，我说，哎，怎么回事呀？他就说，刚开始送过去的时候，他说妈妈她不要。后来他游说了好久，那妈妈才把那个留下来的就围巾嘛。然后说，但是我说实在，我还没看到他戴过。见的也少嘛。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为什么一定要娶她呀？因为刚开始是一定要娶她是吧？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女生是我喜欢的类型啊，然后我就跟她过去聊天，然后还加了微信。后面的话，通过聊天的话，我觉得话，她对于感情是很认真的。我这个人的话，对于感情只有一点，只要感觉到你真诚，对我好，我都很喜欢啊。然后平时的话也很照顾我，包括做饭、洗衣服，还有家里面家务活儿，都不要我干，我觉得真挺好的。哦，那你们俩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想娶她了哈？现在的先把我妈搞定吧。肯定还是先想把他妈妈对我的芥蒂给放下来。哦，所以你们也没那么着急，只是先希望他家里能接受你是吧？对，要先能接受，然后才能就是做到谈婚论嫁什么的，毕竟是2个家庭的事儿嘛。哎呀，这可咋整呢？曲老师，来吧，说说咋整啊？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应该要非常有底气。女孩是有过一段婚史的，但其实正是因为有这种历练，她更懂得什么样的男人是最值得爱的，是值得去托付终生的。同时她看上了你呢，那反过来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完全符合好男人的这种形象，而这其实呢是有你母亲的功劳。我想你的家教、你的背景应该是很不错的，所以以此推断，你的母亲一定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之所以她对于女孩的排斥，还是可能是根深蒂固一些传统的思想，所以最应该解决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你，因为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男人，未来你要承载他包括他的孩子这个家庭时，其实你面临的困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清楚，其实是蛮多的，只不过你现在看到的遇到的就是你母亲这个障碍，你要去独自去解决它，不要让女孩去承担。女孩做的不错了已经，但是的确在她那层面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仅仅是因为她爱你，她希望能跟你一起去面对这困难，但你要做的呢，可能恰恰应该是挡在她的前面，自己家里的事情就自己去处理。当你在觉得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其实不建议说过早的把她推出来，过早的她直接面对你的母亲，因为你知道那样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你的母亲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你的母亲你最了解，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其实你应该更了解的。我建议你是独立去解决，因为很多离异之后的，尤其是女性，是受到一些社会上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一些眼光的，但是我们要做好自己，自己的幸福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些异样的眼光而阻挡我们争取幸福的道路，好吗，小伙子？好，谢谢，谢谢曲老师。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妈妈有偏见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不管你想过没想过，你要选择这样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女孩成家，势必要面临可能你的同龄人其他男孩子两人都是初婚所遇到的问题要多。妈妈替你想到了，但是为什么妈妈想到了之后会反对？不是说因为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如何，是你的妈妈了解你，她知道我的儿子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他有什么样的状态，他有多大的担当，能够承载这样一份婚姻情感。妈妈有些胆怯，但是妈妈这份不信任、不相信，其实还是源于你现在的力量不够。您可能在和母亲的沟通当中，并没有规划好和一个再婚女孩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没有让妈妈放心你进入这样一段感情。妈妈担心的是这些。
他对这个女孩我相信没有意见。你找张三李四，只要你幸福你快乐，你们相爱，父母是祝福的。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承载这一切。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女孩，离婚了，她还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但是她后来嫁人了。她嫁的这个男人也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最后这个男人和我这个朋友生活在一起，带着他的孩子，还带着我女朋友的母亲，就他们一家4口是这样的模式，组成这样一个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外来的这样的状态。而这个男人的父母完全同意，是因为这个男人很有能力，他可以把这个家庭过得很幸福，让所有人都快乐。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依然非常快乐。所以承载这个婚姻，如果你们成家，核心点支撑点在你，所以不是妈妈的问题，妈妈只是担心你，这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真的决定娶她，你要做好准备去迎接可能比同龄人比同等情况下男孩子要承载更多的东西，让你的母亲放心，她就会支持你。女孩子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相信你心里深处对这个阿姨，对男方的妈妈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你知道确实你的情况复杂一点。对，要复杂一点，当妈妈的肯定会想多一点，对，很正常的。所以既然我们经历这样的前一段的人生，我们就得勇敢的去面对。所以你真的要变得更优秀，更强大。不会的。而且我相信经历了上一段，你现在又有勇气走入这样一份情感，你是做好准备的，而且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力量的。希望你能够用更大的勇气和耐心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因为其实生活都不是平静的，我们有过的经历也是财富。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有时候需要一些方法让老人去认可你，这是你要做的功课。好的，好吗？好，谢谢老师。以前老有一句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说有一些受到父母阻挠的情侣或者婚姻，他们最后可能父母都拧不过孩子，都顺从孩子了，但是这个过程要经历很长时间，甚至很大的折磨。很多情侣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不住这种的折磨，或者说时间的考验就散了。但有一些情侣经历过来了，然后最后也过得很幸福。现在可能妈妈是处在一个就像严老师说的担心的状态当中，因为你知道父母的择偶标准，我指的是父母为儿女择偶的标准哈，和儿女自己的择偶标准是完全两条路的。父母他永远是为儿女计深远的，他看到的永远是以后，恨不得能想到你之后有了孩子的那一步。但是子女择偶呢，只是看到眼前，他可能觉得我要找一个我爱的就好了，我觉得我有能力有责任承担起这份家庭就可以了。可是父母并不是这么想，所以你要理解你的妈妈。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女方，你可以在细微的小事上面默默的得到她妈妈的认可，不是说刻意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因为男方其实要理解女孩的一点是，她现在压力是比你大的，她背负的东西是双重的。你可能背负的是家里面的压力，她背负的是世人的眼光，还有你家的压力，还有你的压力。因为她可能会害怕有一天因为你的父母的阻挠，你离她而去。所以在这种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多给她的关心和爱护，让她能够坚定的跟你走接下来的路。所以我觉得妈妈那边的工作还是需要你去做。然后女孩呢，不要着急，如果你认定了这份感情，有勇气继续走下去的话，用时间去证明一切，好吧？好。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我们总会发现一种情况，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往往很难嫁；当一个男人拖着一个孩子，往往相对于来说比较容易娶。这其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男女再婚都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男人生活阅历多，那叫丰富；
女人生活阅历多，那就叫不单纯，这是刻板印象。另外还有一方面，女人之所以难嫁，是因为很多男人希望过2人世界。如果你拖着一个孩子，那么2人之间会有太少的空间。我赞同严品宏的意见，自己的母亲总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总是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多少担当。从小到大看着你长大，你对一件事情的热衷程度到底有多长，母亲是最清楚。她怕你扛不起来，或者为你将来所可能要担负的更多责任着想，所以不欢迎这个女生。所以说你们的谈婚论嫁还为时太早。一方面，对于一个女性的再一次婚姻不应该有歧视，每个人都有这样选择的权利。但是作为第2次婚姻，对于将来的婚姻生活和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男人，你是不是想清楚？因为你跟他不一样，你应该想得更多一些。而至于男生，我觉得工作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去做。如果一个男人真正想娶那个女人，父母基本上是拦不住的，只要你真想娶她。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你决心不够罢了。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我非他不娶，我能给他幸福，我愿意跟他待在一起，我相信父母最终还是以你的意见为准则，是你自己不够勇敢罢了。多想一想，多考虑考虑，好吗？就这样。没事啊，被我给问复杂了。我们都在思考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2个人呢，有一段这个来这儿的最真实的这个目的和表达，我们可能都忽视了，对吧？啊，我说你们是着急就要结婚吗？啊，女生说不是，他们来这儿实际是希望这段恋情先得到男方母亲的，不要说祝福，是同意、认可，就是认可我们交往，我们在交往着往前走，是吧？对，并不是那么着急说我们一定是要结婚的，对吧？所以老师们对你们这个担忧和忧虑实际上是没有的，对吧？所以老师说的第2点你们要记住哦，就男生勇气可嘉，至少我开始去恋爱了，但是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能不能承担生活带来的这一切，男生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对，老师说了这么多的话，我还是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是吧？可能女生也没有想到过这么多，而且还有老师其实也说到了，有些事情是要你去面对的，而不是让女生去面对，因为只有你面对了这个问题，她才能够很顺畅的进入到你家的门里，是交往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好像一切都有些急了啊，听起来有些匆匆，特别着急，哎呀我喜欢他我就带到家里了，结果弄到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哈。所以我问问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些方式可以帮到，因为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吗？妈妈反对了，我们还希望得到妈妈的同意，然后继续交往下去，有招吗？我倒觉得不必那么着急跟你的母亲一定要评理，因为这事儿可能用理啊讲不清楚。你们只要你们2个人的日子过得很甜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说点他的好，慢慢的我觉得就会让你的母亲对他好奇。哎，这是一样什么样的女子能把我这宝贝疙瘩给心全拢住了呢？兴许你母亲还主动请他到家里或者在外面一起吃顿饭。所以有的时候啊，直接搞不通的话，搞不定的话，咱就绕点弯路，让你的母亲先入为主的这些概念呢，都是这女孩又懂事儿又温柔还漂亮还特别懂得关心。也就是说现在不要再刻意的去做什么，放一放啊。如果说你一开始去关注他们俩的情感就好了。对 OK， 好，来。我倒觉得想跟女孩说哈，一个是不要太去过分关注这个阿姨对你的态度，妈妈对她的态度；另一个其实对你来言很重要的是，你真的要把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从爱情中获得的，说我现在有勇气去接受一份新的感情，告别过往的伤痛，而是我们要全副武装自己。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例子当中，为什么全家人，就是男方全家人都欣然接受这个女孩，因为这个女孩够优秀。这个优秀不是说我们事业多么有成，或者是我们多么擅长做家务，而是内心的一种自信，一种通过对生活的热爱，对我自己欣赏自我的这种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起来。就当你发光的时候，别人是看得到的。其实今天你坐在这儿，虽然穿着一件很亮的裙子，长得也很秀气，我没有觉得你发光，你整个的情绪都是低沉的、忧郁的，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儿。所以我希望你阳光起来。你阳光之后，你有了正能量，自然别人会欣赏到你的美、你的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所以你要加油，要努力。好，谢谢严老师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老师们希望你们能够正常的，你们先去恋爱，彼此加深了解，好好的面对彼此。然后妈妈那边不要极力去讨好，现在做也太早，因为你们不是不急着结婚吗？对吗？对。啊，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想对对方说的？我觉得话，以后的所有困难，包括家里面对你的不喜欢，我觉得还是像各位老师所说的那样，让我一个人来承担。毕竟的话，我是开路的，你是跟着我走的，是吧？然后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两个都不要变，然后一如既往的像以前那么开心。只要我们两个一直那坚持，妈妈他们肯定会看到的。对，只要你们幸福了，他们肯定就会看到嘛。所以也不要着急嘛，好不好？好，我们就把如何去攻克妈妈这个难关放一下，因为妈妈这个难关不需要攻克。只要你幸福，妈妈是一定会支持的啊。对。来，我们请这个曲总送他们一份礼物，来，有请。通常呢，我会选择送给女生，但这次我要送给男生。因为我希望你能更有力量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有力量保护好自己的女人，同时让自己的母亲也开心。谢谢曲总。好好去磨合好吗？谢谢你们啊，请回。